平地惊雷的音爆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声音，却看得到音爆呢？所谓音爆，就是一种空气剧烈振动的自然现象，多发于以音速或者超音速运动的物体，比如流星。人类对音爆的认知最早和飞机有关。早期的飞机由螺旋桨推进，其最高时速约为700千米。虽说比地上跑的汽车快很多，但与时速1000多千米的声速相比，飞机仍然很慢，所以也从未发生过音爆现象。二战后期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飞机问世，但是喷气式飞机的试飞阶段并非一帆风顺。比如1944年7月，德国王牌飞行员泰菲尔德少校驾驶的 Me-26战斗机在加速的过程中突然坠毁。之后，多国的试飞实验更是事故频发。极少数逃生的驾驶员报告说，当飞机达到或超过音速时，周围空气就会剧烈颤动，阻力大得好像一堵墙，飞机操作感也开始不灵便了起来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音障的存在。展开来说，如果给空气一个扰动，声音也会像水一样通过波的形式向外传播，这就是声波。当飞机在空中以超音速飞行时，在机头或突出部分就会像水中前进的游轮一样，出现一种楔形或锥形波，这就是激波。当它们向外传播时，便互相干扰和影响，然后汇集成2道波作用在机头和机尾。这些激波虽然厚度很小，但是这2道激波的能量却很大。被激波激起的空气温度、气压急剧升高，速度立即下降，从而导致飞行困难。当这2道激波无论波及到哪个空间和物体，都能感到这种强烈的变化，反映到人的耳朵里，就会使得鼓膜受到突然的空气压强变化，感觉就像2声雷鸣般的巨响。这种响声被称之为音爆。之所以能够看到，就是由于空气的剧烈变化，使得空气中的水分子凝结成了小水滴，围绕在了飞机的周围，飞机看上去就像被笼罩了云雾一样。这种现象被称为音爆云。当音爆产生时，传入地面的噪音约为130到160分贝，对比人们平时说话约60分贝的声音，差了不是一点半点。那么随飞机一起前进的飞行员是否有一样的感觉呢？由于坐在舱内，飞行员始终处于前激波的后方和后激波的前方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处于一个暂时稳定的等压强条件下，激波引起的压强、密度、温度的变化，飞行员是无法感觉到的，所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，自然也就听不到这种声音了。